美军夜袭叙利亚，打草了伊朗目标，以色列将继续展开行动。下一个目标将是加沙地区的拉法。俄军首次神器炸弹空袭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希腊空军改革，采购 F-35，出售老旧战机。退役的 F-16是不是可以给乌克兰？美国空军未来5年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用来推进下一代空中优势。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最近，美军突然发动了一场激烈的轰炸行动，叙利亚东部城市遭到猛烈袭击，在这里的伊朗目标损失惨重。美强化本土空防。美国《星条旗报》报道，担任美国西北部空防任务的奥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有可能在今年夏天配备首批2架 F-15EX， 目前已经有飞行员正在进行换训。美国众议院在2023年就已经同意6架 F-15EX 的购买预算，目前 F-35EX 已经确定的生产数量有30架。作为 F-15 的最新型号， F-15EX 最高时速3580公里，已经接近3马赫。虽然这个速度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达到，但也说明了 F-15EX 作为高速拦截机的实力。瑞典援乌鹰狮。3月28日，瑞典国防部长帕尔琼森在接受基辅独立报采访时表示，瑞典正在审议将鹰狮战机转移到乌克兰。其实早在2023年，瑞典政府就已经正式宣布，计划向乌克兰飞行员和后勤保障人员提供鹰狮战机的操作和维护培训，而且相比较 F-16， 或许鹰狮战机更适合乌克兰。鹰狮战机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到机场备回、如何在野战机场或丛林中作战的问题，并且可以在高速公路起降，很适合乌克兰缺乏机场的现况。根据媒体报道，3月6日，美军又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针对位于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行动不宣而战，而且在规模上也超以往。在3月6日凌晨，美军袭击了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动用了无人机与战斗机，空袭目标集中在布卡麦勒市的萨拉西亚区、马亚丁区以及库苏尔区。美军战机对布卡麦勒市的一栋别墅进行了轰炸，这里也是伊朗革命卫队的驻地。此外，马亚丁农场、布卡麦勒市的2个民兵总部以及代尔祖尔市维拉斯附近的一个民兵总部同样遭到了轰炸。根据现场统计，至少有13名亲伊朗武装分子在这场空袭中丧生，其中还包括伊朗革命卫队顾问贝鲁兹·瓦西迪。作为伊朗革命卫队的通信总部，代尔祖尔省一直都是美军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空袭行动开始之前，有一架伊朗军机刚刚抵达代尔祖尔省的军事基地，在飞机上搭载了伊朗革命卫队成员以及后勤设备、通讯设备和摄像设备等。这些设备通过卡车运输，送往库苏尔地区的什叶派民兵基地等地点。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这个不用多说，反正一直都非常紧张。为了估计中东局势的影响，美军也不好直接进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既然如此，那就是选择伊朗在其他地区的代理人，比如位于叙利亚境内的伊朗革命卫队。根据媒体报道，此次美军展开空袭行动，是因为美军在3月24日遭到了什叶派武装部队的袭击。当时什叶派武装分子向驻扎在叙利亚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了火箭弹，并导致基地发生剧烈爆炸。美军认为什叶派武装的背后是伊朗，认为伊朗为这些武装提供了武器与弹药，并指挥他们对美军基地发动袭击。这次空袭目标主要针对指挥中心、兵营以及运输节点，尤其是布卡麦勒市，是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民兵提供补给的关键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叙利亚境内，有俄罗斯、伊朗以及叙利亚3国防空力量都未能拦截美军的空袭。在叙利亚境内部署了俄军的 S-300、S-400 防空系统，叙利亚本身拥有的道尔、山毛隼以及萨姆防空系统，以及伊朗部署的巴巴尔373中远程防空系统等。然而在这次空袭中，这些防空系统并没有发挥作用。除了美军对叙利亚目标发动袭击以外，以色列也曾多次打击，尤其是加沙爆发冲突之后，以色列针对叙利亚的袭击明显变得更多。与此同时，有媒体表示，以色列可能会对加沙地区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进攻，预计会在4月份与5月份，最迟不会晚于5月初。这场地面行动最长将持续8周时间。目前在拉法地区，哈马斯武装至少拥有4个营的兵力，哈马斯高层与部分被关押人员也在这座城市。报道还表示，由于埃及对以色列可能进行的地面行动感到担忧，担心造成整个地区的局势上升，
为此，以色列作出承诺，在军队进入拉法之前会通知埃及。另外，在展开地面行动的同时，以色列也将疏散当地150万居民。至于疏散时间与地点，以色列也会提前通知居民，在制定时间内沿着指定路线撤出拉法。同时，以色列将进行地面与空中监控，来防止哈马斯武装分子以及被关押人员混入撤离居民的队伍中。下面我们将目光放在乌克兰战场。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首次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部署坦克营。针对克里米亚，乌军除了无人机、导弹袭击之外，还计划寻找机会实施登陆作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克里米亚的袭击将很快展开，天气晴朗的时候，俄罗斯人就会看到我们。为了防备乌军登陆部队突袭克里米亚，俄军已经开始布置防线。3月29日，克里米亚游击队发现俄军在克里米亚耶夫帕托里亚市进行紧急防御，将一个坦克营31辆坦克全部部署到海滩附近，以加强克里米亚的装甲防御。除了这些，俄军还计划将大量部队调往克里米亚，只是面对数百公里的海滩，俄罗斯根本无法面面俱到。作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双方已经在这里交战2年多。哈尔科夫也多次遭到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但在3月27日的袭击中，俄军首次使用了 UMPB D30SN 通用跨军种滑翔炸弹，号称神奇炸弹。该地区长官瑟涅胡波夫也报告了俄军使用航空炸弹的情况。在这次袭击中，俄军制导炸弹造成大范围破坏，击中了数栋居民楼，并损坏了该市的急诊外科研究所。此次俄军动用的导弹是以 FAB250 航空炸弹为基础，加以改装的 UMPB D30SN 滑翔炸弹，改装了带有机翼与变向能力的模块，使得炸弹可以攻击预定目标。美军也有类似的套件，美军装备的制导炸弹是以 MK80 为基础，在弹尾装上精确制导套件，包括制导控制部件和尾部控制舵面等，从而发展出 JDAM 制导炸弹。其中制导控制部件是 JDAM 炸弹的核心部件，包括 GPS 接收机、惯性测量装置、任务计算机以及电源模块。后来带有滑翔翼的增程型与带有激光导引头的激光制导套件也先后装备美军，成为美军的主力弹药之一。不过，俄军这款炸弹所使用的 UMPK 套件与美军的有所不同。UMPK 是由折叠弹翼、滑翔机体、控制组件以及卫星制导设备组成，但由于俄罗斯非制导炸弹通常是经过一体浇铸支撑，无法像美军那样更换弹尾，于是俄罗斯便采用了可以直接在炸弹上安装的一体化套件。在装备这款套件之后，俄军装备的炸弹非制导航空炸弹与炸弹配对后，其使用不易受天气影响，且能滑翔得更远，可在对手一些地空导弹射程之外投放，同时还能获得更高的精准度，以此来增加打击效能。另外，俄军这款套件还能运用于不同重量级的航空炸弹。不过，该滑翔制导炸弹套件也有缺点，比如目标位置信息等参数必须提前在地面上设定，只能用于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对卫星信号的依赖程度较高，存在被欺骗干扰的可能。下面来看一下关于希腊空军的最新消息吧。俄军启用安124。俄媒3月29日报道，一架封存25年的安124运输机已经被运往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航空之星飞机维修设施进行修复和现代化工作，以求恢复适航状态。这与俄军装甲车的情况很像，随着战争中军事装备的快速消耗，俄军不断将苏联时代的装甲车从库存中调出来使用，比如 T55、T54。现在这种使用旧装备的风也刮到了航空领域。俄军想要增强后勤支持和运输能力，最快的方法就是修复旧装备。俄春季征兵。3月29日，俄军总参谋部组织动员总局的金里扬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于4月1日开始春季征兵。前段时间，火力军就聊了关于希腊空军的事情，希腊将采购40架 F-35战机，提升空军战力。但目前来说，希腊空军装备的战机种类过多，包括美制与法制的战机，若是再加上 F-35，势必会让后勤苦不堪言。于是希腊国防部长宣布将启动国防改革，在 F-35交付之前，先出售 F-16与幻象2000战机，以此来推动空军现代化战力转型。
这项计划是在国家独立纪念日当天宣布，可能会是希腊近年来最大的国防改革。毕竟希腊也想具备现代化的国防战力，而空军改革是首要步骤。目前希腊空军装备了多款 F-16CD 战机，包括 Block 30、Block 50-52批次，另外还有升级的 F-16V。除此之外，还装备了少量 F-4U-02、法国阵风、幻象2000等战机。在这几款战机中，希腊预计将除役 F-4战机，并对外出售 F-16与幻象2000战机，同时将现役的 F-16 Block 50-52批次升级到最新的 F-16V。除此之外，希腊还打算增购6架阵风战机，预计将在2027年完成初步整备。从80年代开始，希腊通过一系列计划向美国采购了170架 F-16战机，后又在2017年将其中84架 F-16升级到 F-16V。到了今年，由于土耳其放行瑞典加入北约后，希腊又向美国采购了40架 F-35战机，由此奠定了希腊国防改革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此次计划出售的 F-16与幻象2000，此前就有传出买家，其中希腊退役的18架幻象2000战机可能会出售给印度。至于剩下的 F-16，可是有一个好买家——乌克兰。如果乌克兰能接受这批 F-16，将有效增加乌克兰的空中力量。这样，在面对俄罗斯空天军的时候，也将有更多的战力来应对。另外，乌克兰空军此前曾计划对 F-16进行改装，来兼容暴风影巡航导弹，但这种方式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乌克兰等不了那么久。此前，乌克兰曾希望法国可以援助一批幻象2000战机，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如果这次能从希腊手中接受这批退役的幻象，那就不需要再对 F-16进行改装了。不管怎么说，希腊这批退役出售的战机，无论是 F-16还是幻象2000，放到乌军手中都能迅速转换成空中力量。你们觉得呢？下面是关于韩国国防的最新消息。3月27日，韩国国防防卫事业厅宣布，将启动舰队地弹道导弹计划，又被称为玄武4.2，旨在开发和采购新型舰载弹道导弹，用于远距离精确打击敌方主要目标。将装备未来3型舰艇上，包括新型 KDX-3 第2批次神盾驱逐舰。韩国海军下一代驱逐舰以及未来规划的火力舰导弹系统的研发工作将由韩国国防发展局进行。韩国表示，此次计划跳过研究阶段，将在 ADD 的监督下直接从系统开发阶段开始。系统开发与细节设计将在2028年进行，整个项目成本为2371亿韩币，预计将在2028年或2029年开始量产。预计将于2036年完成。如果再加上导弹生产的整个计划，预计将持续到2036年，总成本约为6800亿韩币。这款导弹将通过 KVLS-2 垂发系统进行发射，这是韩国在2021年公开亮相给的垂发系统。根据此前消息，韩国这款弹道导弹的外形与前射弹道导弹玄武44比较相似，射程估计超过800公里。玄武44可以挂载高穿透的弹头，实现对地下设施的打击，并具备强大干扰能力。显然，韩国启动弹道导弹计划就是为了反制朝鲜不断提升的导弹威胁。目前朝鲜已经装备了各种射程的弹道导弹，甚至还包括洲际导弹。相对来说，韩国之所以会选择舰载导弹，是因为这类导弹机动性高、生存性高的特点。目前，韩国海军主要依靠舰载巡航导弹来进行远程攻击。但巡航导弹的射程与威力还不如弹道导弹，这就是韩国发展舰载弹道导弹的原因。下面是关于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的最新消息。根据媒体报道，美国空军计划在5年内投入284.8亿美元来推进下一代空中优势与协同作战飞机计划，并成为美国空军最优先的项目，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取代现役的 F-22战机。采购规模将在200架以上，而协同作战飞机则是达到上千架。根据媒体报道，美军下一代战机可能会采用高推重比的变循环发动机，不仅能以省油的状态进行巡航，来获取更大的航程，同时还能在战斗时有足够动力进行快速的机动，占领更好的发射阵位。美军还计划在6代机上安装主动式激光防御系统，用来拦截来袭的空导弹。除此之外，美军下一代战机还将具备链接卫星，并与地面部队联网作战的能力，同时指挥若干无人机。另外，美国还表示，空军可能会装备2种型号的下一代空中优势，一种是用于欧洲战区，另一种是用于太平洋战区。预计将在今年向2家公司授予下一代空中优势的开发合同，向3家公司授予协同作战飞机的开发合同。
等到了2025年，美军将为下一代空中优势申请27.5亿美元的预算，这比尚未得到批准的2024财年预算申请的金额还要高出12亿美元。在未来几年中，用于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的研发、测试以及评估的预算将达到198亿美元，而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则需要89亿美元。除了空军项目以外，美军还计划在今年组建太空未来司令部，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开始初步运作。该司令部主要负责预测未来的威胁，开发和验证概念，然后进行模拟作战，以便更好地了解美国太空军的卫星与系统。这也是美国空军今年2月份宣布的诸多改革之一，是空军与太空军应对潜在战争而进行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在美军规划中，太空未来司令部将包括3个中心，包括现有的太空作战分析中心、新的概念与技术中心以及新的战争模拟中心。好了，本期资讯就到这里了。关于以上资讯，各位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